祖父，我还以为你会明日再来找我。坐吧。你爹不让你跟韩大人有牵扯，也是为你好。我知道，可是现在二位大人看好我，叫我陪同荀彧，给我的束修是帮咱们家脱离军籍，这不是您一直以来的愿望吗？如果是因为脱籍的事让你吃了苦，那祖父这个愿望宁可不要。可是去荀彧查冤假错案，这都是我想做的事啊。祖父，您想，我们是军户，父子相传，爹如今年轻，只有我一个女儿，若是将来生个弟弟，您忍心看着他生下来就注定从军吗？不能科考，也不能做自己喜欢的事情。脱籍的事，我跟你爹会想办法的。可你一个姑娘跟着去荀彧，这太不合礼法了，闻所未闻。我知道我这么做，世人肯定说我不娴静，抛头露面，无人愿娶。可我若做得好，难道不会令世人改观，改变之前对女子固有的看法吗？不许你用对付公堂犯人那一套来对付祖父。我只知道于理不合，于理不容。祖父，您跟爹怕外人说我，那就加倍疼我护我，补偿回来嘛。顽皮，您帮我劝劝爹吧。孩子，你知道你爹最大的心结是什么吗？他是怕对不起你娘。你走的这条路，没人能行得通。你爹是怕最后他护不住你呀。可是，这条路没有人能行得通，那你们不让我试试，怎么知道我春荼蘼也不行呢？娘要是在这儿，肯定支持我。娘之前也吸毒律法，那爹是什么态度啊？他知道娘也想做宗师，但没做成的遗憾吗？你等等。自打你习读律法，你写的每一张纸，你爹他都不舍得扔，他那里放不下了，就放在我这儿。我还以为孤儿都拿去烧了呢。你看，这一张是你12岁时，你第一回试着写诉状留下的。你看看，这一张是那回你爹训斥你作诗不用心，你不开心默了一宿，默出的法条。你爹呀，他经常夜里不睡觉，翻来覆去地看着这些诉状发愁。他舍不得约束你做喜欢的事，可这件事就像一把刀，悬在他的头顶上。唉，孩子，当惩恶扬善和你的安危发生冲突的时候，你会怎么选？你让我和你爹又如何面对？你有答案了，再去找你爹。大山啊，我帮你说了，可我心里并不那么赞同你。我知道你担忧什么，可他有天赋，也有血脉，藏不住啊。若他真的藏不住，我就没有办法护着他。爹，我是答应了荼蘼他娘亲的，不会让荼蘼再重蹈他娘亲的覆辙。如果不重蹈覆辙，就会让他不开心，郁郁一生啊。孩子的路还是要孩子自己去走，咱们谁能陪他们一辈子呢？想当初我并不看好你们的婚事，可事到如今呢，你可曾后悔过？我当然没有后悔过。能娶到荼蘼的娘，生下荼蘼，是我春大山一辈子最幸福的事。我想荼蘼他娘也没有后悔。
醒了，阁老，别起身。你刚服下好药没多久，身上还没力气。去哪儿？还是在汴州城里。你昨日毒发昏迷，幸亏锦衣传讯回来，我到的及时，才将你救起。可是前不久，左使来时，我已经服过一味药。之前服一味药还能撑数月，怎么现在倒提前发作了？你服药年头太长，1年不如1年了。既然这次出了事，日后你服药的次数就得更频繁了。是我不中用了。不是你不中用，是从小到大就太要强。你自己掐指算一算，多久没回阁里去了？我只是忙着我手里的差事。在外的差事固然要紧，你不回来，我也不苛责什么。可毒发之痛犹如万蚁钻心，这样的事，你怎么能敷衍自己？且不说我，就说阿依离，你就不怕他为你担心吗？小丽怎么样了？除了日日惦记你，别的都挺好的。那就好。少主啊，我倚老卖老，还是要劝你一句：倦鸟归巢。这趟去幽州，要是能把燕台的事办好，就早点回阁里吧。回阁里，谈何容易？在巨子心里，我一个逆子和一个死人有什么分别？莫武阁，我怕是回不去了。哦，少主。小姐，你要出门啊？嘘，小声点，别让爹听见。小姐，老爷昨日为了荀彧的事发了那么大脾气，今日要是没什么要紧事，你就别出门了吧，省得又撞枪口上。我要去找康大人，不去是不成的。你还没绝了跟去荀彧的念头啊？过儿，我们是女子，生下来就命中注定要囿于内宅，这年复一年，对着这四方天地。跟康大人去荀彧，看看外面的世界有多大，可能是我这一生中唯一一次机会，所以我一定不会轻言放弃的。阁老，嘘，别送了，已经睡下了。我听说你和少主最近没少帮那个叫春荼蘼的姑娘。江湖险恶，以少主的身份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。等他身体好些了，我也会提点他的。是。找了这位康大人一日也没见到人，只能明日再说了。小妮子，这么晚去哪儿了？韩大人，不是我说你啊，你怎么整日往外跑？不关你的事。韩大人，你既答应跟着荀彧，又提了束修，如今也算是康正元的下属，你敢顶撞上官？你带我上来干什么呀？你把我放下去啊！你还害怕呀？
上来就是来喝酒的呀。哎，这可是好酒啊！汴州的三花醉，比起普通的酒，还多了些果香味儿。反正你都回来这么晚了，又不差这个话。你这是强人所难。哎，对了，我就是喜欢强人所难。反正你也下不去，既来之则安之呗。上次我帮你回去的时候，我照着你的话，一五一十全跟小郑说了，小郑也教训我了。你把我揪上来就是为了赔罪啊？如果我说我只是专程过来戏弄你的，你信不信？我是很感激你和康大人，因为给了我跟着荀彧的机会，但你就不能像康大人一样吗？办正事儿，办完正事儿以后该干嘛干嘛。因为他没有我这么想见你啊。我看根本就是康大人没空理你，你才自己跑出来。是啊，他要给他娘亲写信，没空理我。给娘亲写信，都会写些什么呀？今日是我娘的忌日。哎，你娘的忌日你们都干什么呀？我们家不做忌日。你们家也不做忌日呀？我爹和祖父觉得纪念一个人不需要形式，你只要把他放在心里面，每日想着，他就每日和你在一起。那咱们正好相反。我娘啊，是犯了错，无非就是那些拈酸吃醋的事儿。可惜，她不像你那么豁达，心里过不去那道坎儿，就随便找了个日子，轻轻松松就把自己给了结了。皇家内院，哪容得下像我娘那样的人呢？大笔一挥，就抹掉了她所有的存在。抹掉了一个人的存在。抹掉了他在宗谱上的名字，烧掉了他所有的东西。我给您看一样东西。这是我娘留给我的律法书，上面有她做的注解。这可是我的宝贝，她启发我，让我跟随着我娘的志向，做一个正直的宋氏。你娘还给你留了个东西，好歹有个念想。我娘什么都没给我留下来。那也不是，你娘应该是浓眉大眼、樱桃小嘴、耳垂小巧、温柔可爱的长相吧？你怎么知道？我娘连个画像都没留下来。看你看出来的呀。所以说，你就是你娘存在过最好的证据。图米，我教你正确安慰人的方式，好不好？哎，有星云。星云？哪有星云？就刚刚，咻，没了。我听他们说啊，若是男子与女子一起同时看到星云，那就证明是命中注定的姻缘。今日我跟你就差一点。就差一点儿。就差一点。你喝酒喝醉了吧？都开始说胡话了。你怎么那么煞风景啊？你数第二，没人敢数第一。你不会真相信有星云了吧？我不跟你说了，我真的得走了。哎呀，祖宗，你可算是回来了！老爷今日找了你好几回了，你要是再不回来，我这条小命怕是要交代出去了。你以后……爹，您找我有事儿？没什么，只是过来看看你。你的行装打点好了没有？您同意我跟去荀彧啦？我就知道爹最好了。我错了，做这个决定之前应该先跟家里商量一下，不应该擅作主张，让爹难过了。爹不难过，有什么可难过的？我知道爹护着我、宠着我，
诗人都说女子不能碰律法，但是爹惯着我，让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。图米呀，爹知道学有所成，为民做事，是你一开始习读律法时就下定了决心想做的事。如果一个人真心想做一件事，就应该放手去做。没事，爹跟着你一路去，总归有爹在的，爹都会护着你。不过，有一日爹不在的时候，你也要好好的做事，要靠自己的本事护着自己。爹不会不在的，爹和图米永远在一起。傻孩子。少主啊，这是这个月的药，按时按量，珍重身体。听说你最近结识了一个女颂师，是。女子做颂师不简单啊。我还听说那女颂师跟韩无畏和康正元走得很近。是。利用好这个人，但要把握分寸。早点把砚台的事办好。你走之后，阿依里总爱去你从前读书的小榭外坐着，嘴上虽然不说，可心里是盼着哥哥回去呢。阁老放心，此去幽州，韩无畏在哪儿，我就在哪儿。请。少主一向懂事，事情托付给你，我是放心的。句子那里，你也不用心思太重，总有我为你谋划着呢。阁老，我有一事相求。和我你还有什么不能说的吗？我跟小离已经分别太久，我想找个机会见见他。行，这事儿我放在心里了。好，少主留步。少主，阁老怎么说？少主，到底怎么了？收拾东西去幽州。那阿依离的事呢？阁老他答应我，下次他过来会带小离来见我。那不是挺好的吗？他提了春荼蘼。春荼蘼？莫非是沈维？不应该。难道说阁老还派着别人盯着咱们呢？这段时间注意一些，少跟春家人来往。阁老管束你和春荼蘼的来往啊？他想让我利用春荼蘼。那不是挺好的吗？锦衣，你想一想，我们阁里的事情一旦牵涉外人，能有几个人善终？何况，眼下砚台才是1等1的大事，除了韩无畏以外，其他的闲人闲事，我们更不该有过多牵扯，以免分心。你东西收拾的怎么样了？收拾的差不多了。哎，你别乱动啊！你又看不懂。哎，谁说我看不懂了？让你说的我跟不识字儿似的。陛下还夸我果敢心细呢。是，你面粗心细，但是别动。哼，谁稀罕动你东西啊？你那套律法书呢？那个
早就熟记于心了。我没带。没带。嗯。哎，你又看不懂。哎呀，我给春图迷拿几本过去。你也不能送我的书啊。你早就已经熟记于心了，你还用得着吗？那常看常新，偶尔遇到量刑困难的时候，我还是要看的呀。我昨日看春图迷宝贝极了他那本律法书，原来是他娘留给他的。那书页都快翻烂了，都不知道修补了几回了。他从小到大就只看这一本律法书，就有这番心得体会。如此热爱律法的一个小姑娘，若是有幸能看到一整套律法书，那得多开心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是。他宝贝他娘给他留下的书，那叫思念娘亲。你把我的书送给人家，上面有我的注解，岂不是要思念我呀？那可不行，我找陛下要一套去。小气鬼！哎，夫君，怎么耽搁那么久啊？如今啊，你也升了对正了，这对正啊，就要有对正的气派。我待会儿就去给你做一件新的军服。我身为对正，最要紧的是以身作则，练好兵；你身为主母，最要紧的是操持好家里，照顾好爹和荼蘼。是。对了，你赶紧去准备准备，升了对正，总要请军中的兄弟吃喝一顿，请邻里都来咱们家热闹一番。马上我就要进队保护康大人巡狱，有事也需要请邻里搭把手帮帮你。嗯，好。巡狱？那你岂不是要去很久？估计要几个月。那荼蘼他会想你的。你放心，荼蘼他跟着我一块儿往北边去，正好也能见见他娘亲那边的亲戚。你不能去。我一个人会害怕的。嗨，若你害怕，等我启程，你便回娘家暂时住一段时日不就得了吗？不是，夫君，你去外面出公差，我也是日夜悬心的。既然你都能带荼蘼，不如把我也一起带上吧。胡闹！出公差不是儿戏，韩都尉也是只身上路，让我带上荼蘼已是格外开恩。我过几日就要出门了，宴请邻里，招待兄弟，操持行李，一大堆事情，你得帮我筹划筹划呀！啊，别有什么遗漏了。哎呦，我吃饱了。哎，夫君。你慢点好。爹爹，我长大了要做大将军。我儿子长大要做大将军。大将军好啊，他指定行。行啊，让你见见什么是真正的大将军。来，诸位，我儿子要做大将军。真正的大将军在这儿呢。大将军今日下了血本，请我们喝的可是上等的三花醉啊，口感柔和，入口绵甜，这酒不便宜吧？这不是要出远门了吗？我春家还得拜托各位照顾照顾。哎，各位兄弟，各位长辈，来，我春大山在这里借三花醉，敬各位一杯，聊表我的心意啊！好，你们尽兴啊！来，我干了，真好。荼蘼啊，没想到能喝到你亲手烹的茶，
张家婶子，您这是说什么话呀？你现在可是名人啦！我一直想问，你上堂这腿肚子就不转筋吗？我还好。图米啊，可不是一般的姑娘，这平常啊就帮着街里街坊解决事情。我早就说她能成大事儿。你什么时候说过？哎，我就是说过啊，就是，我可没听说过。当时，哎，王婶子，你们都在吧？哎，小姐你怎么来了？过儿，我刚刚看到小琴鬼鬼祟祟出去了。这几日他们知道我和爹要走，但是又没什么动静，我总怕出事。你赶快跟上去看看。哎，好嘞。过儿，快进来。你怎么这么久啊？小琴呢？我这腿都快要断了，小姐，我坐下回你行吗？哎呀，坐坐坐，平时没大没小的，这个时候讲什么礼数？哎呀，小姐，你说他主子还病着呢，让他出去买药，他怎么光顾着自己玩，把正事放到最后啊？买药？夫人早上病得那么突然，连大夫都没来得及看，抓什么药呀？我也是这么想的，我还特意去那个药铺里问了呢。不过那个药铺的人倒也真是奇怪，我问他什么都不肯说，使银子也不要。那你可有看清是什么药、什么包装、买了多少？不知道。他买了好多东西，都混在一起，好像特别不愿让别人看见似的。不过我有看到他攥着一包最紧的，好像是用那种藤纸包着的，特别小一包。藤纸？那么特别的包装，又那么小一包，那肯定是很难得的药材。他不会是要给老爷下毒吧？你不用喝，我没喝多。哎呀，莫吵，图米可能已经睡下了。你等这么想就好了，一家人要好好过日子。夫君，您喝点醒酒汤，再烫烫脚，酒气就散了。快把醒酒汤端过来呀！夫君，醒酒汤。爹，您歇息了吗？先把醒酒汤喝了吧。图米，这么晚了，找我有事吗？我让过儿拿了醒酒汤过来，您喝一点。哦。图米，醒酒汤我已经备好了，你爹都准备喝了。谢谢你的一片孝心。是啊，夫人让小琴在火前一直盯着，熬了很久呢。那行，那就喝夫人的吧。哎，这汤不对啊。怎么不对了？有药味儿，有人下毒了。图米，你在说什么？小琴，你一直在旁边守着的吧？是，我一直看着呢，没毒，绝对没毒。可我就是觉得味道有点奇怪啊。要不夫人喝一口？还是小琴喝一口？到底怎么回事啊？你们两个？老爷，这里面真的什么都没有。那你出去这半日，闲逛了半天，还进了药铺，买的是什么呀？说实话。小琴，你隐藏也没有用，这做与没做，明日去药铺一问便知了。如果是你下的毒，我们就送你去见官，到时候是打板子还是绞刑，就全靠你运气了。毕竟这可是杀害朝廷命官。这里面不是毒药，是夫人让我去买的泻药。你们出去，我有话要单独和
夫人说：“出去。”明日我会送你回娘家，以后一拍两散，再无瓜葛。我错了，我错了，你饶了我这一回吧，夫君。我只是不想让你走，我想给你要个孩子，这样你就不会总惦记着女儿啊。那个泻药我害的，顶多让你泻的在床上多躺几日，到时候你去不了了，军中自然会派别人去的。荀彧千里迢迢，得受多少苦啊！我心疼夫君有什么不对的？军令如山，除非我残了，或者干脆死了，否则军令哪里是那么好改的呢？你敢打军令的主意，你知道会有什么下场吗？凡以自残为由逃避军令，均以军法处置。我没想那么多。别人不会以为你是不愿夫妻分离，只会认为我怕受苦，故意逃避军令。我们春家不是什么高门大户，我知道委屈你了。好，我这就成全你。你可寻一个能时时陪着你的夫君。不要，夫君，夫君。小姐，趁热喝。这么补啊？这个是老太爷让我给你的。吾孙女荼蘼，自幼白胖可爱，寻遇途中若有轻简，为大山过而试问。若赶路途中务必不使其阅读，住所歇下，除每日完成公务外，务必着人陪同，散步小跑均可。每日锻炼量，大山酌情处理。这个也是老太爷给的。老太爷说了，小姐要是饿了、渴了，寻遇路上看见什么好玩的，别人有的，你也得给小姐买，别小姐要了你才去买。祖父年纪都这么大了，在衙门做事，攒了这么点钱，还全都给我了。留在身边多好啊！想买什么就买什么。这要是家里出了事，难不成管夫人家？哎呀，小姐，这都是老太爷的一片心意，你要是不收，他得多伤心啊！我当时也多嘴问了一句的，老太爷说，他都是快进土的人了，要这些钱也没什么用，穷家富路，千万不能让小姐受委屈。我让你准备的东西都准备了吗？准备了。
光天灯，保佑我的愿望成真。两位军爷，您轻点啊！好，小心啊！徐氏已送回他娘家，你就放心带着荼蘼走吧。好的，爹，让爹费心了。家中的事有我，不管怎么样，我都支持你。多谢爹。祖父，我们年前就回来，我肯定给您写信。好孩子。那小姐，我先去把东西装起来。嗯。韩大人，韩大人，哎，不必多礼，我是来找荼蘼的。韩大人，您到底有什么事儿啊？我们一会儿就要走了，别耽搁了才是。过来，咱们私下说。来，走。韩大人，您找我肯定不是正事儿吧？你怎么知道？正事儿还用借一步说话呀？万一是惊天大案子，不能让你家里人知道呢。惊天大案子，在我家这破角落里说。以前只有小郑一个人噎我，以后要加上你喽。康大人还真是我的榜样。你别好的不学，净学他那不可爱的地方，以后变成一个开口规矩、闭口严肃的老学究。你来就是来教训我的呀？我是来给你送礼的。我不要。我还没说我要送什么呢。我什么都不缺。你别后悔。不后悔啊，反正你送我什么，将来都是我爹要还的人情债。我们这种平民百姓啊，日子还是过得轻松点痛快。我不缺。是你自己说不要的，日后可别后悔。谁后悔谁是傻子。哎，小郑，给我8根针，到位之后，尽量找借口多停留几日。撤！这怎么回事？啊！快走啊！哎呀！下这么大的雨，康大人，这么大的雨您还要出门啊？这魏州的天气都有变化，你第一次出远门，可还习惯？您这是要出门当差？不急，也总得给县衙留点时间整理卷宗吧。我还以为出门巡御就是要打个措手不及呢。那万一有人存心隐瞒，对卷宗做了手脚，可怎么办？我待天子巡御，若敢对天家威严不敬，斩之即可。这冤假错案，即便处理不当，影响只是他们的乌纱帽，孰轻孰重，跟他们的项上人头相比，你觉得他们会做这样不划算的事吗？天子一怒，伏尸百万，律法治国，都是这样的前提，对吗？这难道不是最自然不过的事吗？韩大人送你的礼物，我已经差人送到你的房间了。好。若你要是觉得不妥，不如就当做是我的一点坚持，希望你能用心做事，将他的不切实际化为实事。我实话跟您说吧，这韩大人为人过于自我，行为跳脱不羁，他送的礼物我真是不敢收。但是您不一样，
您一直都是我辈楷模，言行举止令人信服。您让我收，那肯定是有您的道理。我倒是有点理解韩大人了。春小姐，你是一个有意思的人啊，一个既想要当宋师，又敢直言拒绝韩无畏的人，可不多见。其实真正跳脱不羁的不是他，反而是你。康大人这话说笑了。跳脱不羁不是坏事，我也很期待你这次巡狱的表现。这可是我朝最新的律法全书，由白象亲自修订，纵有千金也难买到。他收了，当然，而且还是看在我的面子上，才勉为其难收的。行，我找他去。大人，春小姐的丫鬟送来一封信，是给您的。他写的什么呀？自己看。萤火虫多，这都在哪儿啊？不会都睡了吧？谁？荼蘼。韩大人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我背着我爹出来玩，结果没看清路。你呢？我抓贼，你们先去找。是。脚没事吧？手给我。还怕我呢？这荒郊野岭的，豺狼虎豹不比我还可怕。来，能走路吗？可以。哎。春队长，荼蘼是怕你担心，所以吓得不敢告与你。如今他已经受了惊吓，所以还是不要过度苛责的好。你得装得再可怜一点才行。康大人真能劝服我爹，我不会今儿晚上就被打包送回去了吧？小正3寸不烂之舌，你爹小菜一碟的。我爹才不是小菜呢！啊，是，你放心吧。哎，你以后再使坏的时候，能不能想着点后路啊？我没经验。那你等我以后教你2招。春队长，还是先带荼蘼回去吧。多谢康大人，韩大人。好好歇息啊。哦，好。小心。你的事处理得如何了？人都跑了。
这帮人在汴州的时候行事那么谨慎，怎么如今反而……只要鱼饵够诱惑，咱们的鱼就能上钩。一旦他们将消息传开了，随时准备去幽州收线逮鱼。既然已经打草惊蛇，我想着，倒不如先把密旨的事放一放。此时再探，韩无畏恐有准备。咱们纵能得到密旨，上面的内容恐怕也真假难知了。少主，哦，我刚刚碰到春荼蘼了。春小姐，她自己一个人深更半夜钻到这树林里，走路也不看路。她可真是个怪人，哪有女孩子家半夜钻树林的？我倒不觉得她奇怪，一个人从小就没有被约束，长大了就会养成像她这样自由的心性。少主，春荼蘼跟韩无畏走得近，阁老先前叮嘱过，待她要留点心。我自有分寸。太好了，终于有事情做了。小姐，你应该好好歇歇。哎，知道了，知道了。爹，找康大人。嗯，去吧。康大人。进来。康大人，卷宗都在这里了，开始吧。好。这么快就看完了？嗯，有何不妥？有一个案子，我觉得其中有很多疑点。说来听听。就是这个周氏案，这里面被判刑的是一个20岁的寡妇周娘子，她和她的婆母吴氏住在一起，相依为命。有一日，她婆母突然上吊自缢了，然后她就去自首了，说是因为前一日晚上跟婆母发生了争吵，导致她婆母自缢的。不孝乃是大罪，衙门很快就结案了，判了斩刑。但我觉得这应该重审。既然有人自首，又有强有力的犯人口供，那为何要重审？这卷宗上写的是周氏和婆母前日夜里发生了争吵，可邻居的证词又说什么都没听到。翌日清晨，周氏发现婆母已经死了，就自首了。衙门请仵作验尸，说她婆母死了超过2个时辰了，那就是在深夜。这夜深人静，怎么会无人听到争吵呢？再说这卷宗上写的清楚，吴氏自缢的时候踢倒了椅子，还掉了只鞋子，这样的声响，周氏不会听不到吧？也许他听到了，却是因为与婆母争吵不久，所以他误以为是摔碎了什么东西，才不曾起身去看。既然都自首了，为什么不把听到的都说清楚啊？除了这一点，我还发现了另外3个疑点。你说。第一，他们家住的是2个寡妇，所以周氏从不出门，出门采买这种事情都是婆母来打理，周氏就负责做一些针线和浆洗，赚些钱补贴家用。2个人有商有量，关系很和睦。那既然和睦，怎么会争吵呢？又吵到能导致他婆母自缢。第二，吴氏生性乐观，那自然就排除了是因为性格偏执做出的过激行为。第三，
周氏认罪太快了，一口咬定所有错都是他自己的，就让人觉得是很急切的想要掩饰什么。总之，这案子疑点重重，应该一一查证啊。康大人，律法是死的，人是活的，这律法不就是应该维护公正的吗？不应该草草结案的。既然这样，这个案子就由你来负责重审。若查案时需要人手，大理寺的兵士尽管差遣。是，康大人。怎么疯了呀？过儿，要不你去那边问问。好。消息已经传开了，我估计那些人2日之内就会到，我已经备好人马了。你可别冒进，任何任务都没有你的安全重要。你就别瞎操心了啊！哎，荼蘼呢？他不是一直在你身边转悠吗？他去查案了。啊？他上哪儿查案去了？你在这儿坐人桌上吧。我办案呢，你呢？这几日不要乱跑啊。怎么？因为你前几日抓贼的事？如果我说，我怀疑有一个江洋大盗在你身边转悠，你信不信？江洋大盗也是会看人的，我这一穷二白的，图什么呀？你要我帮你吗？就凭你？那可是真正的江洋大盗，你给他塞牙缝恐怕都不够。赶紧回去吧，康大人的事儿差不多了。若你再耽搁了，就要误了回去的时辰了。我要先去验尸房。我让人送你。这边请。
确实是被累死的。您能再帮我查验一下，除了勒痕，还有别的痕迹吗？这……好。所以韩大人他怎么说？他说按照原计划，在这里再待1日即可。我知道了，辛苦。是。康大人，春小姐回来了。她有说什么吗？她想开堂重审案子，请您过去一趟。这么快？你都准备好了吗？都准备好了，康大人请上座。既然是你负责，那你坐这儿吧。我为民做主的人，就该坐这儿。传范父周氏上堂。大人，周氏到了。范父见过2位大人。周氏，你为谁顶罪？范父没有替任何人顶罪，范父罪有应得。那你有什么苦衷？没有苦衷。范父不孝，但求速死。你想没想过，杀你婆母的凶手还逍遥法外，他死不瞑目，这才是最大的不孝。您这是什么意思啊？你婆母吴氏并非自缢，而是他杀。这不可能。为什么不可能？因为范父睡觉很轻，可那晚却没有听到任何动静。若是歹徒行凶，怎会不发出一点声响？你是从何断定此案是他杀？其一，周氏刚刚说了，他睡觉很轻，却没有听到声响。那椅子很重，若是倒下了，怎会不发出声响呢？其二，卷宗里写道，吴氏死前掉了一只鞋子。可是人之将死，谁不把自己打扮得得体一点？怎会无缘无故掉了一只？除非他是用力过猛踢掉的。第三，我查阅卷宗，得知了吴氏的身高和绳子的长度。之前我还去吴氏家里看了房梁的高度。以吴氏的身高，若想上吊自缢，只踩椅子是不够的，必须加个桌子。又或是有身材高大的人把他举起挂了上去。最后，最重要的一点，我在吴氏的房间发现了脚印，看大小，应该是男人留下的。脚印还带有泥土，也就是说，此人进去前不久下过雨，跟吴氏死亡的时间相吻合。一般情况来讲，人在遇到陌生人袭击的时候会反抗，会尖叫。但你说你没有听到任何声响，也就是说，杀死吴氏之人是他熟悉的人。说到这儿，你有觉得奇怪吗？或者有猜到是谁吗？不可能的，我婆母为人很好，不会有人想要杀她的。我知道你对婆母感情很深，不希望她受到任何非议，但如今真相呼之欲出，只有把你知道的都说出来，才是为她好。民妇有罪，民妇守谎，甘愿受罚，但求大人为婆母沉冤昭雪。你快走！婆母的腿染了湿气，看见不好。我每日睡前都会给婆母送去热水烫脚。她离世前的几日，我照例端着热水要往她屋子里去。快走！开始再说，快走吧。
但那日我看到一个陌生的男人从婆母房间出来，从院子的后门出去了。我看他与婆母拉拉扯扯，纠缠不清，我猜，想必是婆母有了私情。之后没几日，婆母便自缢了。我以为她是因为羞愧，所以才轻生。为了保全婆母名节，我才选择了自首。你虽一片孝心，但却猜错了。吴氏常拿你的绣魂卖到一个杂货铺去，然后再买些日用品回来。那个杂货铺，就是吴氏的亲弟弟吴勇开的。吴勇此人好吃懒做，年轻时是个无赖，也会点拳脚功夫。吴氏娘家为了让他以正道谋生，给他置办了一间杂货铺。时至近几年，他染上毒瘾，铺子也毒没了。此后，吴勇就频频去找吴氏要钱。吴氏应该是为了保护你，不许他白天来，也不曾让你们打过照面。我们对比了现场的鞋印，与吴勇的尺寸恰好一致。以我收集的证据，吴勇应该是见榨不出吴氏的钱，就想变卖他的珠宝和房产，因而起了争执，才痛下杀手。他勒死吴氏以后，把他悬在了房梁上做自缢状，因此逃过了律法的惩戒。婆母把房契给了我，婆母定是怕那吴勇将值钱的东西都拿走，怕我一个人没法好好生活，所以才早早把东西都给了我。可是我这样一来，一切便明了了，还请大人定夺。周氏冒名顶罪，属于扰乱公堂，但念你一片孝心，愿为你婆母的名节而牺牲自己，算是有功，因而功过相抵，当堂释放。你快起来吧。你是个聪明人，就是太孝顺了，想要维护你婆母的名节，不惜赔上性命。你从现在开始，只需全力配合我们办案，把凶手绳之以法，也能让你婆母地下安心了。你那日差点把瘸了，今日又出来溜达。你呢？贼抓到了吗？好了。那你还有闲心来管我？有没有闲心，闲事儿还是要管的。听说你今日素赢了一场大案子，挽救周氏于水火呀？嗯。那怎么还一个人闷着？虽然赢了，但还是觉得心里堵得慌。可能是因为周氏吧。周氏怎么了？他撞见吴勇和吴氏两个人有来往，就觉得他们私结有亏，为了维护吴氏的名节，他甘愿去顶罪。我知道他这样做是孝顺，可是吴氏的名节真比自己的性命还重要吗？那是自然，女子重名节，自然要把名节看得比性命还重要。可我也是女子啊，我觉得不管是男是女，无论遇到什么情况，都应该好好活着才是。我说的是正常女子，你是怪人，所以不这么想也理所当然。当然，我一向心胸宽广，不会因为你这些胡思乱想，嫌弃你的。您可别了，你还是嫌弃吧，少跟怪人来往，免得晦气。赶紧走。夜深人静，豺狼虎豹多呀。娘，今日我靠自己的力量翻出了第一桩错案。虽然我人微言轻，不能改变这个世道，
但若能给周娘子一个好的结局，也算是一个好的开始吧。吴勇已经捉拿归案，今日宣判。若让你判，你想怎么做？若吴勇是过失杀人，则判绞，可保留全尸；可若他是故杀，按律当斩。那其他人呢？此案虽然一开始有周氏自首，但衙门还是有失察之罪，不能因为有人投案自首就不找证据了呀。不管是任何情况，都应该证据完备，否则要是被有心人利用了，这后患无穷，危害极大。很好，这个案子幸亏有你在，要不然留下这么个糊弄事儿的县令，之后还不知道要错判多少案子呢。你呢，日后还要再多加熟悉我朝的司法制度和程序，这样有助于你决断。是，大人，我这次是真的有收获。像仵作、县令还有证人，他们都有自己的局限，而宋师不管面对的是何种局面，都要靠自己发现案件的关键，责任重大，所以不能错过任何一个细节。你说的很好，养足精力，日后还有很多地方需要你。是。康大人，车马已经备好，随时可以出发。可眼下还没有见到韩大人。无碍，按照原计划出发去冀州，韩大人自有安排。是。倒是个硬茬。大人，这人交给我。不着急，他不招，我就用他把我想要的人给招了。锦衣，少主，我得到砚台线索，应是在幽州，先过去探探。小姐，1个时辰了。老太爷明明嘱咐过你，不可以在车上阅读的。你看看你，都看了这么久了，也该歇歇了吧？知道了，我马上就看完了。不行，你要是再看下去，我就没办法跟老太爷交代了。好，不看了。咱们就快要到冀州了，小姐何不多看看窗外的好景色？小姐，不看了，不看了。小姐走了一路了，赶紧进屋喝口茶吧。巡医大人，巡医大人，小姐，这人怎么回事啊？巡医大人，他是干嘛的？这是拦路喊冤，走，我们看看去。哎呦，你瞧瞧这啊，当街就拦了，多大的冤情啊！大人，且慢。请起。谢大人。你是何人？有何冤屈？要状告何人？大人，小人名叫刘二郎，是戍边的战士。小人要状告娘舅王大壮。二郎，进屋进屋。进屋。娘舅，这不对啊！我不是5头牛吗？怎么变3头了？二郎，说来是娘舅对不住你，你的5头牛啊，这3年里病死2头，就剩这3头了。2头牛价格可不低啊，普通人家有1头都算富足的了。可是这中途死了2头牛也很正常吧？你这小郎君，简直跟衙门里的大人似的，一样糊涂。我这牛刚交给他的时候，都是刚刚成年的小牛，4母1公，生龙活虎的，绝不可能轻易死掉。况且我跟他争执不下之后，我悄悄地去他们家牛棚里头看过，这一看不得了，你们猜怎么着？他牛棚里的牛有10多头。他王家向来很穷，以前都得靠我接济，哪有闲钱买牛来养？
听你这么说，你已经报过官了？都报了多少次了，每次都是石沉大海，不了了之。这口气啊，我是咽不下了，所以还请荀彧大人替我做主啊。可你没有确凿证据，这案子确实很难判。可是我说的句句都是实话，还请荀彧大人替我做主。此案本官接了，你过几日再来听判吧。多谢荀彧大人。康大人，康大人，今日这个案子您接得很是爽快。我既然是奉旨荀彧，案子无论大小，我都要审理清楚，要不然公正二字又从何谈起呢？所以今日这案子不仅得接，还得判得漂亮。说吧，有何对策？我的对策有点不光明正大，还得请您帮个忙。不光明正大，你直说。我能不能借您的名章一用啊？欢喜夜未央，听风铃叮咚响，跟着你土壤，花开在我心房。